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上午同菲律宾当选总统马科斯通电话，习近平再次祝贺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1周以来习近平第2次祝贺马克思当选。上周3，习近平曾向马克思致贺电。习近平强调，你亲身参与见证了中菲关系发展历程，是中菲友好的建设者、支持者、推动者。菲律宾有句名言：不知来时路，不可致远途。我们要传承好中菲友谊，不忘初心，把握大势，写好新时期中菲友好的大文章，把中菲友好合作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指出，过去6年，中菲双方坚持睦邻友好，携手共同发展，确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有效管控分歧，积极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双边关系取得丰硕成果。事实证明，中菲友好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中菲合作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中方始终把菲律宾放在周边外交优先位置，对菲友好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中方愿同菲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围绕基础设施、农业、能源、教育等国计民生，聚焦抗疫和疫后复苏，做大做强既有合作，培育挖掘新增长点，促进两国和地区发展振兴。中方将一如既往向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积极支持和帮助。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前所未有，和平与安全面临新的挑战。中菲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两国发展根植于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希望菲方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中方愿同菲方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维护好本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态势。马克思深情意及其同中国的友好交往，表示菲律宾人民视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之一。菲律宾新政府将把菲中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重点方向，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和密切经贸、基础设施、能源、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合作。我对菲中关系未来更好、更强劲发展充满期待，愿同中方一道，不断为菲中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三同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视频会晤。王毅强调，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要以此为契机，夯实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日两国来之不易的友好局面。在会晤中，王毅还就日美涉华动向表明立场。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对日本进行访问，而日方即将主办美日印澳4边机制峰会。王毅指出，日美双边合作不应挑动阵营对抗，更不应损害中方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视频会晤中，王毅表示，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两国领导人去年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以此为指引，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夯实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两国前辈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造就的来之不易的友好局面。王毅指出，当务之急是要重点做好3件事情：一要切实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两国关系越复杂严峻，越要不忘初心，毫不动摇坚持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王毅提到，要筹划好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加强各层级各领域交流合作，营造积极的民意和社会氛围。其次，王毅指出，要充沛中日关系前进动力。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为日本及世界提供更多机遇。双方应深挖合作潜力，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气变治理等领域加强协调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第三是要及时排除干扰因素。坦率地讲，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眼下的两国关系现状并不尽如人意，特别是过去一段时间，日本国内对华消极的论调不断的增多，我认为应当引起我们双方的重视和警惕。王毅指出，近期日方在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消极动向凸显，一些政治势力无端抹黑攻击中国，严重损害双方互信，动摇两国关系根基。王毅强调，日方应恪守迄今作出的承诺，遵守两国间基本信义，不让试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势力做大，与中方一道维护好邦交正常化50年来取得的宝贵成果。尤其是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双方领导人也在去年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日方目前的消息动向与上述共识是不一致的，有必要通过高层交流传递中方的关切，减少误判，增进互信，从而把握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大方向。林方正表示，日中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日方愿同中方一道，不忘邦交正常化初心，保持坦率沟通，减少误解误判，妥处敏感问题，增进政治互信。值得注意的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中还特别提到，王毅同林方正视频会晤时，就日美涉华动向表明立场。王毅指出，日方即将主办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令人关注和警惕的是，美国领导人还未成行，所谓日美联手对抗中国的论调就已甚嚣尘上，搞得乌烟瘴气。日美是同盟关系，中日则缔结有和平友好条约。日美双边合作不应挑动阵营对抗，更不应损害中方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希望日方汲取历史教训，着眼地区和平稳定，务必谨慎行事，不要为他人火中取栗，不要走以邻为壑的歧途。日本在塑造阵营对抗上呢，表现得异常的积极，但是呢，这是以牺牲中日关系为代价的，而这对日本而言也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中方在此时提醒日方呢，是希望日方本着对自身和地区局势负责任的态度，在塑造阵营、挑动阵营对抗上面有所收敛。有观察指出，中日外长视频会晤的时机正值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首次亚洲行的前夕。按照计划，拜登将在下周一抵达东京，并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晤，随后将于下周二在东京举办美日印澳四国首脑峰会。近年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动作频频，不断搅乱印太局势。2021年3月，四边机制首次举行首脑会议，会后声明暴露出极强的针对性。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称，这是美国联合盟友深化同中国的对抗。接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这一抓手，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在亚太渲染所谓外部威胁，并趁机多次在印太地区举行联合军演，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根据日本共同社消息，日本海上保安厅和美国海岸警卫队周二签署了文件，巩固在联合训练和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关系。日方声称，此举意在基于日本政府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并老调重弹的甩锅称，这一合作是考虑到在东海和南海增强军事影响力的中国，要彰显日美海上保安部门间的合作。实际上呢，目前美日印澳四方合作的内容来看呢，大部分是在强化军事合作，这也是日本一个借船出海的一个机会。美日印澳这个四边机制呢，对日本来讲被看作是一次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来借机来发展自己的军事能力，同时呢，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来提升自己的军事影响力。但是呢，它的直接影响就是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很明显的、显著的这个负面影响，使得地区形势更加复杂。然而，美日印澳看似团结，实则步调不一，四国各藏心思，各有算计。而经济利益也让日本很难放开手脚，完全随美国起舞。目前，中国是日印澳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有意维系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周二，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日本一季度实际 GDP 比上季度下滑 0.2%， 换算成年率后下滑 1%。这是继2021年3季度后，时隔一个季度再次出现负增长。而在疫情的冲击下，日本如果想要在经济上获取更大的稳定性，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自今年1月起生效，为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了新动能。中国与日本在 RCEP 框架下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安排，彰显了两国坚持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的发展方向，也意味着中日经贸合作依托这一框架将实现更大互利共赢。这个经贸关系对中日关系整个全局来讲呢，它起到的特别是对政治关系的影响呢，它起到的作用呢，也在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国内呢，国会通过了这个所谓的经济安全保障法案，它呢是试图通过这个政治的手段来影响经济，它是一种干扰正常经济活动的一个手段和举措。那么这个呢，有可能会对我们中日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呢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美国通胀创40年新高，呼吁削减对华关税的呼声也日渐升高。但有媒体爆料，白宫内部出现罕见争吵，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意见相左，而拜登似乎也无法拍板定案。实际上，白宫内部的巨大分歧在于，到底是先挽救美国经济，还是遏制中国高于美国民众的生计？有经济学家警告，通胀不及早解决，就有可能恶化滞胀。路透社周二爆料称，白宫官员及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面临40年来最高通胀水平之际，白宫内部就是否削减中国商品关税产生巨大分歧。财政部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琪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激烈争吵。据透露，财长耶伦等人希望大幅削减这些关税以遏制通胀。他强调，即便没有通胀，一些关税也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大部分关税被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耶伦的观点受到商务部长雷蒙多以及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戴利普辛格的支持，但301条款的决策方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则强烈反对。他希望不要在削减或者豁免对华关税上迅速采取行动，要从美国政府战略的角度看问题。所给出的理由是保护美国就业以及针对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行为。戴琪还指责耶伦提出的削减关税以降低通胀的说法是介于虚构或某种学术实践之间的东西。但美国媒体强调，耶伦是上一任美联储主席，他在如何降低通胀方面是绝对的权威。有观察指出，戴琪对耶伦的攻击极其罕见。路透社也认为，历史上白宫在经济政策上保持高度团结一致，但目前面对高通胀，拜登执政团队已经乱了方寸。戴琪他更多的是从平衡美国的这样一个对外贸易这个赤字，然后呢，这个保护美国国内产业的这样一个考虑。而耶伦呢，我们看他更多的是为了平衡美国的这样一个财政，同时呢，为了压降美国的这个通胀水平，反映出他们基于各自不同的这样一个政策立场以及他们的部门利益，所以给出的不同的这个政策主张。戴琪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新战略性关税，但我个人认为这更多是个玩文字游戏。美国白宫网站日前发布总统声明称，降低通货膨胀是联邦政府的首要经济任务。但外界注意到，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美国总统拜登似乎也无法说服耶伦或者戴琪做出总统的决断。拜登5月10号曾表示，白宫可能会取消特朗普任期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部分关税，以降低美国的消费品价格。最新数据显示，美国4月 CPI 较去年同比增长 8.3%， 高于预期的 8.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民意调查表明，75%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发布的一项新民调中，拜登的支持率首次跌至 40% 以下。实际上，近期美联储祭出史上最强力度加息，但美国股市却以暴跌回应，显示加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非正面。而不少经济学家指出，耶伦说的没错，削减关税对降低消费品价格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有助缓解高通胀。根据智库机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如果美国政府下调进口关税2个百分点，通胀就有望随之下降1.3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取消2021年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将为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节省810亿美元成本。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日前接受采访时还提到一组数据，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已使美国公司损失超过1.7万亿美元，每年还使美国家庭开支增加1300美元。分析指出，11月美国将迎来中期选举，削减对华关税缓解通胀虽然有助提高支持率，但这一措施释放出的对华软化的态度有可能得罪一部分选民，这才是拜登犹豫不决的真正原因。拜登最后在是否决定这个放宽对华加征关税的这个问题上，一定是多个因素最终平衡的这样一个结果。如果从这个应对国内挑战跟这个解决国内经济矛盾以及回应民生诉求的角度来看，拜登应该是尽快的这个削减或者是放宽对华加征关税。外界还注意到，美国财长耶伦一方面主动降低对华关税以抑制国内通胀，一方面又在鼓动盟友在贸易问题上对华施压。当地时间周二，耶伦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发表的长篇演讲中，强调欧美间的跨大西洋合作，并夸赞这种合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成为强大的合作伙伴。接着，耶伦话锋一转，开始瞄准中国。谈到能源安全话题，他声称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太阳能产业寻求建立或已经建立主导地位。他抹黑称中国采用了不公平贸易做法，给自由贸易带来风险。
实际上，这种打着价值观旗号的话术是美国鼓动盟友搞小圈子政治的一贯操作。针对耶伦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指出，到底是哪个国家口口声声地表示要从实力地位出发跟别国打交道？哪个国家滥用经济、金融、科技霸权地位，将其作为遏制打压他国、谋取地缘政治势力的杠杆？国际社会对此看的是清清楚楚。美方一些人整天沉迷于威逼裹挟盟友，搞恶化小圈子，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它本质上反映出了美国就是以这种非常强烈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政策主张，他希望其他国家都按他的这个政策意志，包括政策利益、战略利益来行事，但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个人觉得美国这个他在自己制定自己追求自己的政策目标的时候，他也应该考虑到他国的发展利益和诉求。中国美国商会周二发布白皮书，提出在华运营的美国公司的关注点和政策建议。白皮书中表示，美中脱钩的代价将是巨大的，不会有赢家。该商会呼吁两国都应该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基础，致力于制定商业和政治接触的真正计划，避免围绕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分歧公开发出煽动性毫无益处的言论。中国美国商会呼吁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冲击中美正常经贸活动。国家安全行动应该尽量减少对贸易的限制，应该扩大关税豁免项目以推动贸易，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希望美方认真倾听美国企业发出的理性务实声音。那么，正如白皮书中所说，美中脱钩的代价将是巨大的，不会有赢家。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政坛激变，如何处理对华加征的关税？那您觉得拜登政府最终将怎样决定？主持人好，我们呢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拜登上台1年多后呢，也就是现在才开始认真的考虑对华关税问题。有2个原因，一是美国目前呢通货膨胀率创了历史新高，3月份呢是8.5%，4月份是8.3%。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呢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呀，要是全部取消特朗普时代加征的对华关税，可以让美国的通胀率下降1.3%，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此呢，美国现在讨论取消对华关税，是为了降低美国的高通胀。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美国中期选举呢已经是紧锣密鼓，这个民主党这个行情不太妙，为了拉拢民心呢，拜登政府决议取消或者是部分取消对华关税。据统计如果全部取消对华关税，给每个美国家庭呢每年减少797美元的负担。现在呢取消对华关税，美国选民呢就能得到实际的好处，可能在中期选举之中呢会投民主党的票。就是说呢，现在讨论取消对华关税也是为了拉选票。实际上呢，特朗普政府对华增加的额外关税85%以上都是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的，对减少这个美中贸易逆差呢几乎是没有作用的。可以说呢，这个美国取消对华关税是大概率的事件。问题的关键呢就是部分取消还是全部取消。那么根据这个美国两党的共识和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我认为呢会取消非战略性产品的关税，但是呢会保留一少部分所谓战略性产品的关税。美国呢会通过关税豁免来掌握主动权。虽然美国财长耶伦支持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但他同样在撺掇欧盟要在对华问题上结成美欧统一战线。应该如何来理解美国的对华立场？耶伦说这番话呢，有一个很现实而且紧迫的背景，就是美欧呢联手要欧洲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以后，发现呢没有替代品。那么对欧洲来说呢，发展新能源是可选之路，但是呢要花几年时间。但是突然发现呢，这发展绿色能源呢就得增加对中国的依赖。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供应链中呢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那么其他国家呢在大步迈向新能源的时候，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呢是必然提高。中国是很多关键原材料、部件和前期这个产品的主要产地。那么在欧盟列出的27种依靠进口的关键原料之中呢，3%呢都是来自中国，有些呢甚至是
为中国所垄断。就说太阳能电池板吧，2019年全球企业中呢80%以上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来自中国。就是说，美国呢要欧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主要呢是天然气、石油，但发现呢要发展新能源来替代，又得依赖中国。还有稀土呢是生产锂电池、燃料电池、风力发电涡轮机以及这个电动车引擎、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能源产品的必备原料。欧盟进口的稀土之中呢98%来自中国，这个呢是不好替代的，别的地方没有啊。对此，耶伦安慰欧盟官员说呀，这个美欧呢要结成统一战线，推动市场公平交易，减少那些把原材料、技术或者产品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的现象。实际上呢，耶伦的所谓统一战线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不过就是一句安慰的话。我倒觉得呀，这正好是强化中欧合作的好机会，把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产品和原材料方面的力量释放到欧洲市场，突破美国对中国这个太阳能板出口所设的限制。运作的好呢，这个中欧就会在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利润上，反而呢会形成实打实的统一战线。这呢就要看欧盟能否掌握战略自主性了。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芬兰和瑞典周三上午正式联合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俄方表达强烈抗议，决定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并宣布驱逐2名芬兰驻俄外交人员。分析认为，北约不断扩张对俄构成严重安全威胁，是俄乌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两国入约后，波罗的海将毫无疑问成为北约与俄罗斯博弈的最前沿。瑞典和芬兰卷入军事冲突和恐怖袭击的风险将增加。瑞典首相安德松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周二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将于周三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并将于周四一同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两国加入北约的问题。I Sverige och Finland är vi också överens om att gå hand i hand genom hela den här processen. Och vi kommer under morgondagen att tillsammans lämna in ansökan till NATO. Det är ett styrkebesked och en tydlig signal om att vi står enade inför framtiden. 这个肯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呀，美国呢就希望在俄罗斯周边那个对俄罗斯不友好敌对的国家越多越好。现在俄罗斯西边从西北、西面到西南，几乎全是北约国家呀，唯一没有它那个西部边界没有加入北约的就2个国家，一个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是不可能加入北约的，还有就是乌克兰。芬兰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周三上午约8点，芬兰和瑞典两国驻北约大使联合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向北约提交入约申请。北约方面对此专门组织了一个仪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致辞中声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把握时机。他此前还表示，所有盟国都一致认同北约扩张的重要性。批准新成员也成为外交角力的好时机。外界注意到，已经有北约成员国对芬瑞两国入约提出要求。土耳其提出一份愿望清单，显示土方要求取消因为向俄罗斯购买 S-400导弹防御系统而受到的制裁，并将土耳其重新纳入 F-35先进飞机项目。此外，还要求购买数十架美国产 F-16战斗机，并为其现有机队购买升级套件。土耳其外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周一还表示，希望瑞典和芬兰取消对其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Fakat çok açık, net, samimi bir şeyi benim söylemem lazım. Bakın, her iki ülkenin de terör örgütlerine karşı açık net bir tavrı söz konusu değil. 但北约领导层表示，土耳其的反对不是问题。也有评论认为，土耳其并非真心反对芬瑞入约，而是借机解决土耳其面临的西方政治、军事和经济压迫问题。实际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发言人近期松口表示，并没有向瑞典和芬兰关闭加入北约的大门。上周六，芬兰总统尼尼斯托曾与普京通话，解释申请加入北约的事。尼尼斯托其后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普京的反应冷静地让他感到惊讶。Undoubtedly, and what we see now, Europe, the world, is more divided. A few years ago, Vladimir Putin said when he looks at your country, he sees friends, but warned that if you join NATO, he will see an enemy instead.
I know you spoke with the Russian president yesterday. Does he now consider Finland an enemy? And how concerned are you that he may retaliate? Actually, why I called him, I wanted just to confirm that now the situation is changed. We are going to apply membership. And in the same way, he confirmed that he thinks it's a mistake. We are not threatening you. Altogether, the discussion was very, would I say, calm and cool. And he didn't repeat those threats. Actually, the surprise was that he took it so calmly. 但俄方对芬瑞两国申请加入北约的动作十分愤怒。在此之前，莫斯科曾警告称，如果有更多国家加入北约，那么他将采取军事技术性质的措施，并且可能会在其欧洲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核武器。周二，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性错误。两国的决定不是在加强自身安全，而是将失去很大一部分主权。俄外交部同时宣布驱逐2名芬兰驻俄大使馆的外交人员。这个行动呢，的确是跟俄罗斯的原来的预期呢距离非常远。俄罗斯原来在想通过对乌的特别军事行动呢制止北约东扩。结果呢，北约东扩还不能说完全制止了，北约北扩却实现了。半岛电视台指出，芬兰和瑞典两国在冷战期间一直保持中立，而两国加入北约的决定是欧洲安全架构数十年来最为重大的变化之一。从军事角度来看，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过程应该是直截了当的，因为这两国此前就在巴尔干地区和阿富汗境内与北约并肩作战，并且拥有现代化的军队。他们的军事设备可以与北约的系统实现内部结合操作，这也是北约最为看重的。事实上，芬瑞虽然在冷战期间宣布军事中立，但从未放弃军事力量的增强。俄罗斯担心的倒不是加入北约本身，而是怕北约以后在芬兰跟瑞典部署军事设施，这样呢就整个把那个4大舰队之一把波罗的海舰队呢完全困死了。还有一个呢，就这么长的边界线呢，对俄罗斯形成那个军事压力，那个俄罗斯又需要分兵去对付。俄罗斯现在需要应付的那个边境太多了，现在又增加了1340公里。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在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守军从地下工事中走出来，接下来俄乌双方将进行人员交换，您是如何看？亚速钢铁厂已经变成了俄乌之间国家意志和战略博弈的符号，也会成为未来人们讲述这段历史的图腾。从战斗进程来说，双方持续的消耗已经是一个僵局。从兵力来说，俄军占据绝对的上风，但是守军拒绝投降。普京总统下令取消了对亚速钢铁厂的强攻命令，这说明没有一方能够说自己取得了胜利。最好的结局就是双方都宣布胜利，从而减少双方的损失。不排除乌克兰守军弹尽粮绝而最后被耗死，但是俄军大量的兵力被牵扯至此，从战略上来说也不是胜利。俄乌双方几乎同时公布了谈判搁置的消息，那您觉得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从俄乌双方关于谈判的态度能够看到战场态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俄方认为乌克兰方面的立场太过于强硬了，进一步说俄罗斯现在想谈，但是乌克兰不愿意谈，而乌克兰方面的表态也是很直白，俄方没有考虑到俄乌局势发展至今的变化，俄乌冲突已经不再按照克里姆林宫的规则进行，俄罗斯还停留在3月29日伊斯坦布尔会谈的记忆中。那次会谈中，俄乌双方达成了比较大的妥协，朝着和平迈进了一大步。在4月份，战场态势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简单来说，俄军集中力量攻击顿巴斯地区，而乌克兰则获得了近乎无限制的西方军事援助。随着大量军援进入乌克兰，并且形成了战斗力，俄乌在战场上进入了僵持。在部分地区呢，乌军已经进行了战略反攻，比如在哈尔科夫一线，乌军基本上收复失地。最近呢，有视频显示，乌军已经到了俄乌边界。乌军是否越过边界不得而知。而俄乌边境地区的库尔斯克州就报告说，俄罗斯境内遭到了乌军的袭击。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乌军的战略反攻是收复失地，还是打过边界？我想，从战略上来说，乌军的战略反攻的目标是收复失地。
乌克兰方面释放出的信息则是将全部失地，包括克里米亚半岛收回来。这一目标呢，也得到了欧美的支持。从乌军的反攻变成复仇，比如说打过边界、占领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会不会动用核武器，从而引发战争的升级。因此，乌军的目标是收复领土，而不是占领，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从战术或者策略上来说，俄罗斯边境地区遭到乌军炮火袭击并非不可能。从当下的整体态势来说，乌克兰处于上升的状态，而俄军呢，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台阶。俄罗斯面对的不仅是乌军，还有北约等强力援乌的国家。拉夫罗夫就认为，如果谈判代表试图把对话的重点转移到西方国家必须说的话题上，而非乌克兰当前的局势，那么就不可能快速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未来战后秩序的重建不会是俄乌双方来谈，而是俄罗斯与相关各方根据战场态势和结果进行谈判。这是与3月29日谈判的最重大的区别。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应香港特区第6任行政长官人选的要求，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周2审议并通过了重组特区政府架构的建议方案，期望自7月1日起实行。根据重组建议方案，香港特区政府架构将变为3司15局，同时增设3名副司长。李家超表示，重组方案也是回应香港社会要求政府加强统筹和指挥能力的声音。香港特区政府架构经重组后，将成立新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拆分运输及房屋局为2个决策局，即运输及物流局和房屋局。创新及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重组民政事务局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扩大环境局并改名为环境及生态局，改组食物及卫生局为医务卫生局等。重组方案提出增添13名政治委任官員和57個公務員職位。有清晰嘅權責之下呢，一定係做事更有效能嘅。另外呢，喺整合方面，亦都因為整合咗而產生協同效應。李家超建議，在現有3名司長下，在政務司、財務司、律政司各增設1名副司長。設計3個副司長的職位呢，主要是回應社會的要求，政府加強統籌和指揮能力。這個聲音的。根據李家超的初步構想，正副司長會主力負責統籌他在政綱中提出的特殊任務，副司長也可分擔司長現在繁重的工作。李家超相信，增設3個副司長將對整個特區政府的施政和統籌能力會有很正面的加大力量。根據新方案，政務司司長將掌管9個政策局，也需統籌督導跨局和部門的事項，包括醫療、社會福利、教育、地方行政等民生問題。財政司司長由之前監督4個政策局增至6個，包括運輸及物流局和房屋局，還要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需協助行政長官處理市民最關注的土地房屋問題。此前，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出成立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及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也將由財政司負責。而律政司司長轄下雖只有律政司，但需督導6個法律專業部門，同時需要推動香港成為國際仲裁中心。律政司而家我要求喺下一屆政府裏邊呢，佢係要積極做好幾樣嘢嘅，包括憲法同埋基本法嘅推廣，包括喺國際法律嘅合作安排。而最重要呢，亦都我希望呢，佢可以去代表香港呢，去宣揚我哋香港嘅優良司法制度嘅。好多地方呢，因為政治嘅理由呢，將香港嘅實際情況呢，係描述得不符實際嘅。此外，周3，香港多家研究機構針對此前發起的北部都會區相關研究舉行了發布會，公布了在深港合作大趨勢下對北部都會區的交通基建、房屋醫療、地區設施和有利園區就業的經濟發展的初步研究結果。去年9月底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目前最為嚴峻的土地房屋問題得到最多受訪者關注，達到26.6%，成立專責部門，全盤考慮將北部都會區建立為新的發展引擎。研究團隊認為，北部都會區整體建設要以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優先。咁我哋希望呢，我哋叫南重北輕呢個香港嘅格局呢，可以喺未來嘅日子裏面呢有所改變。國家嘅14-5規劃裏面呢，
香港嘅定位咧係我哋叫做國際嘅科創同埋研究中心咧，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到工作。針對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嘅策略咧，帶來深港合作發展嘅機遇，以積極進取、互惠共贏嘅取態咧，同深圳咧優勢互補，發揮大灣區入面嘅雙引擎嘅功能。我哋係想提出咧，如何通過完善規劃嘅建議咧，為我哋嘅社會帶來最大嘅福祉。